6年申冬，明朝西北边陲东察合台汗国的大军汹涌而至，首领满速尔企图进犯中原，嘉峪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。将军有令，投诚者缴械不杀。嘉峪关城固若金汤，可城防部队真的能守住吗？所有人都知道，满速尔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此时的宿州城内，一个名叫瑞宁的将军正在收拾行装，准备离开。不久前，他刚刚收到朝廷的一纸调令，革除他西路游击将军的职务，令其回到陕西行都司。守边报国的宏愿就此搁浅，瑞宁心有不甘。但此刻，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。将军！将军！将军！战报如期而至，大批蒙古骑兵正从嘉峪关方向向着宿州汹涌而来。瑞宁对满速尔并不陌生，多年以来，这个名字反复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战报中。宿州城防远不如嘉峪关，中原援军又迟迟未到，仅凭城中守军根本无法抵挡强悍的蒙古骑兵。1516年的这个申冬，明帝国与蒙古大军的对峙，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。自宋元以来，随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，逐渐发展出各类火炮、快枪。火器的运用使本来残酷的战争更加生机。嘉峪关的城防部队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应对满速尔的进攻。满速尔也明白这一点，他始终没有轻举妄动。此刻，
他的骑兵部队早已通过嘉峪关防线上的一个漏洞——天生桥，绕过嘉峪关，直奔宿州。满速儿胸有成竹，既然嘉峪关易守难攻，便不必强攻。只要拿下宿州，嘉峪关迟早不战而破。明朝中期的整个的形势呢，就还是处于守势，就是属于守势，就头疼一疼，脚疼一脚。其实，在打与不打这个问题上啊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有战火的时候，都有两种声音，有人就主张打，有人就主张不打。不打的声音呢，在很多的时候呢，占主流。满速儿几次兵临城下的时候，都是给他输送利益，然后他就撤兵了。但这一次呢，就说他实际上是没有获取他期望获取的，或者期望更大获取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呢，那他是包抄过来的，不是打的嘉峪关，那直接就要打宿州。对于瑞宁来说，此刻他不过是一个被革了职的无名将军。带着妻子离开宿州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真的要置身事外吗？吃饭了。今日无人赶集，饭菜简单了些。你先吃吧。瑞宁常常憧憬，等到边关战事平静了，他就卸甲归田，好好陪伴同甘共苦多年的妻子。说到底，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。卸职回陕西，谁也不能苛责他什么。但他的理想与尊严，早与宿州城、与嘉峪关结为一体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宿州城内隐藏许久的奸细起而叛乱。宿州兵备副使陈九畴下令，全城立刻进入战备状态，全力镇压城内的叛乱分子。陈九畴这一块的时候呢，就抓了一大批，就是跟这个满速儿他们跟吐鲁番有联系的，当然这里头也有，这肯定有些错的，有些这个贸易上联系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就顾不上一定去甄别那个，但是这个呢，对于满速儿的进攻没有打下甘州和宿州也有一定作用，就它还是个综合作用，但整体上还是布防严谨。瑞宁整夜未眠，他绞尽脑汁，却始终未能想出应对良策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满速儿的大军步步逼近。作为军人，保家卫国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。即使粉身碎骨，他也绝不能让满速儿更进一步。这就是他的命。黎明时分，瑞宁决定主动请缨。他召集旧部，带足武器，准备出城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此役基本上是有去无回，九死一生。但此刻没有任何官兵退缩，他们排列整齐，士气冲天。敌众我寡，是战是降，有去无回，是战是退。800将士力血明志，誓将拼死阻击满苏尔的骑兵部队。此刻，他们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安国保民才是唯一的信念。誓不与贼共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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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在嘉峪关和肃州之间的沙子坝，瑞宁与满苏尔的部队正面遭遇，展开了一场铁血搏杀。瑞宁的部队士气正旺，无人退缩。蒙古部队被迫分流，匆忙应对瑞宁军。肃州城内，陈九畴利用瑞宁阻击的宝贵时机，迅速平息了叛乱，转而全力应对来袭的满苏尔大军。在陈九畴的带领下，肃州城官兵顽强抵抗，一次又一次抵挡住了敌军猛烈的攻势。
消息很快传回嘉峪关，满苏尔震惊无比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数万大军竟会连一个小小的宿州城都攻不下来，更想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宁，竟能如此重创他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。战斗异常惨烈，瑞宁和他的部下弹尽粮绝，死伤惨重，却依然顽强抵抗着。宿州城的官兵也孤注一掷，始终没有让蒙古大军再进一步。然而，以寡敌众的瑞宁最终还是没能全身而退，800将士尽数阵亡。不久之后，援军终于赶到，满苏尔见大势已去，只能被迫撤军。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，一个战士。虽然他在调动期间，可是他还没离开岗位的时候，敌人来了，他有守土之责。他是一个爱国的将领的话，他有责任心的话，他必然要迎接这场战争，要投入这场战争，甚至付出生命。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当然，这一场战争的失败对明朝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阴影。西北地区这样一个忠臣啊，战死沙场。就是看到满苏尔势力在崛起，那明朝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得知瑞宁战死沙场的消息后，陈九畴悲痛万分。他将瑞宁的壮烈牺牲上报朝廷，朝廷追赠瑞宁为都督同知、世袭指挥使，并建立书房，追封乡民的谥号。同时，责令内阁大学士石瑶撰写纪念碑文，以表彰瑞宁精忠报国的大义。石瑶在《乡民祠碑记》中对瑞宁的评价是：为人清介端亮。而本应被立功表彰的陈九畴，却陷入朝廷人事纷争而被捕入狱。直到嘉靖3年才昭雪复职，升任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甘肃。
着手招募并训练精锐官兵，以应对满速尔可能的再次来犯。陈九畴跟瑞宁呢都是主战的，然后瑞宁战死了之后啊，实际上是他是主持要给瑞宁请功的。可是呢，另外一个主和的这部分的声音呢，就起的作用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盲目应战，800将士你带出去了一个没回来，就是你的功劳在哪儿呢？实际上就是朝廷啊，就迟迟没有给他表功。2年多的时间，朝廷没搭这个茬，所以瑞宁的夫人最后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哈，直接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，就是她丈夫是为大明捐躯呀，你就这样的一个军人的这个对皇上的忠，是吧？军人的义，就是你哪能说死了就白死了呢？他的这个折子实际上是才起的作用，后来包括给他立祠堂啊，包括给他提军职啊，这个才有安排的。很快再次迎来了生死考验。1523年，满速尔率领的精锐骑兵超过2万，他们有备而来，同时围攻嘉峪关和宿州。陈九畴迅速调集兵力，连夜赶赴嘉峪关。他们的战术与火力更胜一筹，满速尔的部队很快就乱了阵脚。满速尔汗在密集的炮火中险些丧命，惨败而归。这是明帝国中后期对游牧骑兵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捷。战后，陈九畴被嘉靖皇帝晋升为副都御史。陈九畴这个人呢，首先呢，就是他是一个敢打的人，面对强敌，是吧？就是你有没有勇气打？就是你不打肯定是没出路的，不打是没前途的。就在那个时期啊，在西北，就是他作为一个副使，他当时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军事指挥官了，就他敢于面对强敌。3年后，嘉靖皇帝朱厚熜收到平乱功臣陈九畴的报告，他向朝廷建议，吐鲁番部之所以不断侵犯边境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帝国的朝贡制度，让众多奸细混迹其中，形成内外勾结之势。因此，应该学习东汉光武帝，隔绝西域贸易，
确保西北边塞之稳定。尽管打通和控制河西走廊是中央王朝始终不变的既定方针，但自唐帝国衰落以后，中央王朝的首都便逐渐东移，河西走廊以及更西的地区显得越来越遥远，也越来越难以控制。明帝国对关西7卫的实际控制力十分薄弱，哈密不断处于吐鲁番、瓦剌争夺之中，多次得而复失，陷入持续的拉锯战中。明帝国的统治者早已无心经略关外。作为农耕帝国，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自足，加上长城拱卫，对外贸易并不具备根本性的意义。早在弘治年间，明朝西北边境发生严重危机时，朝堂上就曾掀起封关之议。明孝宗将吐鲁番在京使者全部遣还，并派遣大臣抵达甘肃，遵朝议，确其贡物，积前后使臣172人于边，必加御官，永绝共道。尽管不久之后，封关绝贡之举就有所松动，但是否封闭嘉峪关的讨论从未停止。几十年间，大臣们争论不休，嘉峪关反反复复开关了数次。最终，公元1539年，朱厚熜决定放弃河西走廊以西的所有机密卫所，彻底关闭嘉峪关。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极度收缩政策——闭关绝贡。自此，嘉峪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的位置，真正成为了捍卫明帝国西部边疆的最后堡垒，直面西北之敌的前沿阵地。明朝被迫放弃关西7卫，实际上是他的力量所不及，因为明朝的力量，没有能够这么多的力量在边境部署这样强大的军队。明朝面临着很多问题，东部蒙古的问题，还有沿海的问题，还有内乱的问题，特别是正德时期的内乱的问题，所以没有那么多力量来顾及西北。西北关西7卫的放弃是被迫的，关西7卫的放弃实际上对明朝的西北态势非常不利，就是嘉峪关暴露在整个西北地区，失去了像哈密这样的作为桥头堡的向进取的态势，而转为退缩和保守的态势。朝贡本身是一个贸易，是一个物资的交换，而且朝贡对于明朝来说是得不偿失。明朝得到了名义上的宗主地位，但失去了大量的财富。就在封关指令下达的同一年，朱厚熜任命兵部尚书翟鸾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开始九边巡查。翟鸾巡边至宿州，在详细考察了嘉峪关之后，笃定地认为，嘉峪关是河西第一据防。他向朝廷提请奏折，建筑西长城，自文殊山脚起筑，向北连接嘉峪关城西南角墩，自东北角墩起，西北至石关东口止，共长20里。建立更加全面立体的防御体系。他的奏折立刻得到朱厚熜的批示。
1540年开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修缮工程在嘉峪关外的戈壁滩上拉开帷幕。1年后的夏天，嘉峪关城防工程正式竣工。嘉峪关要塞由内城、外城、城壕3道防线重叠而成，布局更加优化合理。关城与南北2侧的长城连为一体，以山为障，以河为险，充分利用了讨赖河峡谷、嘉峪山等地形优势。在关城内部，更新升级了军队驻防设施。至此，嘉峪关境内形成了5里1隧、10里1墩、30里1堡、100里1城的完整军事防御体系。在中国西北这个狭小的区域里，历时168年，一代又一代人布设了如此密集的国防工程，实属罕见。任何的防御体系都是不完整的，没有哪个防御体系是不会被攻克或者不会被绕过去的。军事设施是不断完善的，他们会根据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来决定下一次设施是怎么修建。这些设施都是不断变迁的，根据战时的需要，它会不断的完善它的防御设施。因为打仗的嘛，他就对这种防御体系的构建怎么更严密、更完整，不断的总结经验呗。那实际上呢，就是在嘉靖年间呢，首先嘉峪关城就强化了啊，做成双道城墙，然后呢，把嘉峪关东西的用边墙给它连接起来了，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防线了。就是你就不可能长驱直入了，所以它还是起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封闭作用。当这座被后世誉为天下第1雄关的军事要塞最终圆满落成时，明帝国已运行过半。公元1566年，长达45年的嘉靖时代终于结束。他的儿子朱载垕登上皇位，改年号为隆庆。尽管这个年号只使用了6年，却带给中国弥足珍贵的和平与安宁。他大幅度调整了对蒙古的政策，最终达成隆庆和议。明帝国北方始终紧绷着的武装对峙随之缓和下来，战事消解，各个城防关卡再次敞开大门，变成互通有无的贸易集市。但此时，明帝国与西域交流往来、通商的便利已大不如前。实际上是这种封锁呀的伤害是双方的伤害。这头看着明朝受伤害了，实际上是对于蒙古各部族也是非常大的伤害。这种控制封锁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你想没粮食吃，你光靠抢的那点东西，你满足不了整个的这个，你可能贵族的需要能满足，对吧？但你整个的这个需要你满足不了啊。那么就使得双方都认识到呢，打仗和这种彼此之间的封锁呀，没有赢家，只有呢不打，把长城的贸易开，然后这种和平的贸易呢，才符合双方的利益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就是双方是真心的要寻求不打仗，别的就都好商量。这张图原名《蒙古山水地图》，曾藏于明朝的宫廷。图上写有211个明代地名，绘制了从明朝边关到天方的路线。
包括今天的中国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黎巴嫩、突尼斯、土耳其，涉及欧亚非3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堪称中世纪世界地图。它的起点是中国的嘉峪关。通过详细比对图上所绘嘉峪关的城楼建筑，可以推断出，成图年代大致在嘉靖3年至18年之间，恰恰是在嘉峪关防御体系最终落成的前一刻。这张地图现名“丝绸之路大地图”，它映照着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。哈密等关西诸卫的游牧民族部落陆续内迁后，嘉峪关的军事布防越发严密，城门的开闭有严格规定。而西方人向东方的陆路探索，也因蒙元帝国的覆灭和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兴起而几近中断。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就停留在丝绸之路遥远的记忆里。一个问题久久地使他们困惑：那个被马可·波罗描述并震撼了欧洲人的东方大国契丹究竟在哪里？公元1605年深秋，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庞大商队即将抵达嘉峪关。他们满载货物，声称自己是前往北京朝贡的外交使者。沾上用胸毛做的假胡子，穿上传统长袍，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化身为亚美尼亚商人阿卜杜拉伊塞，已经整整3年。从印度出发，跟随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、阿富汗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一路东行。艰险的道路，恶劣的气候，肆虐的盗匪，丝毫没能让鄂本笃停下脚步。他要核实马可·波罗书中所描绘的契丹是否就是中国，寻找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通道。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，当鄂本笃终于望见祁连山下那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关城时，他开始发自肺腑地确信，那黄金遍地、奶油银河的天堂之国契丹，一定就是眼前的中国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这片壮阔而未知的新大陆，却没有料到，这座关城把他紧紧地困住了。封关后，明王朝严厉禁止零散商人进关朝贡，只维持了少量的贡使贸易，而且对各国贡使来朝的次数和人数都做了严厉的限制。当时，从哈密到嘉峪关一带是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，
嘉峪关是他们进入明朝的唯一关口。依据明王朝的朝贡制度，嘉峪关主要担负着对西域使团行使查验勘核、引导接待、起送与存留3大职责。为了区分官方使团和民间商贩，明王朝向西域诸国颁发了入关的证明文件。西域使团到达嘉峪关后，要接受官兵查验，若使团的人数、时间与所持文件相符，则予以造册放行；若不相符，则不予办理入关手续。即使缺1个人，整个使团也不允许入关。有的使臣留下记载说，当他们到达关口时，许多中国军官便前来清点旅行队的成员，造册登录每个人的姓名和身份。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，栅栏路障的关卡终于被撤走。完成所有这些入关手续，花了鄂本笃整25天的时间。明朝接见外来使者有几个措施啊，一个呢，就是要查验他们的证件。他们要和明朝之间呢有一个正常的正式的文书，这个文书呢可以叫做勘核，或者是一个带有大印的这样的文书，而且一查历史上啊这个公使来过，或者这个国家来过时间，啊有记录有记载，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，要辨清楚。那么很多不同语言的文字要翻译成汉文的话，也需要在这个地方进行。明朝在各地边境关口地区，包括嘉峪关，要建立一些驿站。这些驿站是专门接待使者的，既接待内地去的人，也接待外国来的司仪的人，监视他的出入，还给他供给他的饮食啊、车马呀。嘉峪关作为西北的重镇，作为河西走廊的出口的重要节点，所以他承担的这个任务特别重。然而，按照明朝的官方要求，贸易使团中只有1/10的人允许进京。贫病交加的鄂本笃倒在了肃州城。此时，距离明帝国终结只有38年了。尽管西方对神秘的东方仍抱有浓厚兴趣，但丝绸之路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凋零。空旷的戈壁上然后有这么一座雄伟的关城，是吧？它就显得特别高大。没有嘉峪关这地方，你河西走廊肯定是动荡的嘛。那整个河西走廊一旦放弃了，你关中就是动荡的。整个假如陕西、甘陕这一片全都是动荡的时候，那你整个明王朝就动荡了。修了168年，那么它始终是明朝西北的重要军事设施。军事关口，它除了防御作用以外，它更大的是指挥中心所在，它是屯兵所在，是一个要塞。如果嘉峪关不失，即使其他地方失了，还可以收回来；如果嘉峪关失了，其他地方大概就全部都不能保证了。嘉峪关的重要性在这里。
硝烟散去，烽火不再燃起。明帝国早已激情不在。在欧亚大陆的西端，一个朝气蓬勃的欧洲，正在经历着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天文学革命、地理大发现。他们正在改变整个世界。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，无可挽回地陷入沉寂。嘉峪关随明帝国的兴而兴，随明帝国的衰而衰。它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河西走廊的西端，威严、空旷，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。从1372年到1540年，历经168年山河岁月和一代代人的努力，嘉峪关将自己的命运写进历史深处，写成一首沉郁顿挫的史诗。嘉峪关在戈壁滩的长夜中悠然沉睡，只待天际风云再起。历史默默见证，几百年后，探险家的足迹将再次踏上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。